我是 Elma， 我想要，我们都喜欢 cosplay。现在8点，很正常。这是现在这个11月份的法国8点的时间。然后我们今天要去迪士尼，法国迪士尼跟全世界迪士尼一样，就是去迪士尼，不管放在哪个国家，都大概要1个小时的车程。我去完法国迪士尼之后，我就去完了全球的迪士尼。这么厉害呀！没有，你还有一个没有？哪个？哦，对，日本迪士尼，日本的海洋。不是迪士尼的氛围吗？因为不太像哎。对，迪士尼怎么？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来迪士尼？因为迪士尼有我跟我妈的回忆，讲到我妈怎么了，但没有，妈宝不是啦。因为我第一次去迪士尼的时候是我妈妈带我去的，前2次去迪士尼都是去美国的迪士尼，然后都是妈妈带我去，一次是去加州的，然后后来一次去是佛罗里达那个最大的，因为那是小时候的回忆嘛，所以呢就会觉得很棒。而且迪士尼是我 cosplay 的启蒙哎，我喜欢 cosplay 的时候是因为小时候去看迪士尼，别的小朋友都是去玩一些设施，有没有？我不是，我是那时候每一个剧场我都要去看。你不是因为惧高症吗？也是，但是那不是重点。重点就是我每个剧场都会去看，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长大以后要当迪士尼演员，要去演那个剧场啊，什么小美人鱼啊，什么风中奇缘的这样。后来就是今天开始就会觉得，长大之后呢，自己有了经济能力呢，我就会想要带我妈去玩。所以上次我才带我妈去香港的啊。你看迪士尼有了啦，迪士尼。这边是很冷，今天刚好是这几天最冷的时候，差不多0度到3度。但希望不要下雨，不要下雨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小伙伴，后面有3个。Hello， 他们觉得9月为什么那么多朋友在法国？没有啦，我们几个呢，其实都是要来参加，对，要来参加就是我们在法国朋友的婚礼，yes。所以呢，明天要去婚礼，今天就是我们的婚礼。我是见习婚礼啊，我要见习婚礼。见习婚礼。所以你要嫁给我吗？没有啊，不想开了。我来考试法国迪士尼。法国迪士尼有几个园区？2个 ，Studio 跟 Land。那我们现在要先去 Studio， 因为呢，攻略是说 Studio 比较好玩，Land 就是给小朋友玩的。我们已经18岁以上了，所以我们跟大人要去玩大人的。我们刚才过安检的时候发现，法国迪士尼跟其他不一样，是它不会检查食物，不会那么严格。我买了一堆3明治咖啡进来，因为太冷了嘛。然后他就没事过这样。只是跟所有迪士尼一样，不可以带自拍脚架或者是自拍棒那种，然后不能落地。没错。幸好就是之前有经验，不然就要被没收了。这一定要分享给来迪士尼玩的人知道。好没有迪士尼气氛哦，而且我觉得它感觉很旧，就是它的感觉就是不太像我们之前去的迪士尼。你知道我们现在在排什么吗？我们在排那个海底总动员。现在我们这个人潮要排多久呢？我们要排多久？我要排到中间就想尿尿。对，我每次都排所有设施排到中间就想尿尿。我觉得排游乐设施最可怕的是 There's no way back， 你就是只能够要在去之前先尿尿，排之前先尿尿。可是因为你知道排那个常常会可能2个小时，然后甚至3个小时，然后每次到中间想尿尿，就看到那个出口，就会觉得不干尿，真的出去。真的，你看那边有2只海鸥在讲话。有小小的那个。下雪了。天哪！第一次去迪士尼，然后下雪。第一次来到迪士尼下雪，出来以后下雪了。这时候要唱那个 Let it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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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厕所。Go to toilet，Let it go，去厕所。我们要现在下一个去搭那个小米，就是料理鼠王的。料理鼠王很酷哎！料理鼠王看料理鼠王，我也超喜欢料理鼠王的。料理鼠王是法国才有的设施哎，因为就是发生在法国的故事。没错，它故事就在法国。对，就料理鼠王餐厅啊，要事先预约，可是我们没有预约到，因为它要2个月前预约。天啊，这里有圣诞市集吗？这是什么？比我们昨天去的圣诞市集更像。这里好美哦！而且还有下雪，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圣诞市集。对啊，那间就是我说的餐厅要预约2个月的那个，然后这个是他们这边 studio 就让我们设计，就是那个小米的那个料理手的那个设计，我等下去排那个。这耳朵好想买哦，一定要买个耳朵哎，这个我会用到哎。你好像小学生哦。可以吗？这蛮好戴的啊。那你
家小学生，接你放学。你觉得好看吗？要买吗？这有点可爱耶。蛮可爱的。我想买这给我爸。是你有厨师帽？但他没有这个料理鼠王，这是法国，他做法国菜的时候可以用。哦，好哦。这个可不可爱？看一下，这个戴起来是什么感觉？你应该蛮适合的，因为你长成老鼠。好丑。啊，你居然说我很丑？平常都是下雨撑伞诶，第一次下雪撑伞。因为真的太大。雪耶！它那个时候在那个身上融化就全变成雪。哎，你看，这个有刨冰哎，垃圾刨冰，看起来其实还蛮好吃的，加点那个东西。那个是垃圾。我们要去玩那个暮光之城的塔。从这个门进去，就会有一个什么小影片，然后看完小影片之后开始玩。对呀。解释一下刚刚的故事是什么？搭电梯的时候，搭到上面，然后突然打雷，啪，然后又自由落体下去，然后穿到异世界。对，所以我们这个要玩什么东西？自由落体。没错，自由落体。我觉得这是我玩过最好玩的自由落体，真的好好玩。它有刺激元素，然后又有这个影视然后就视觉效果。重点是它不是有一次，因为一般自由落体是一次就完成，它是上上下下，而且有不同的波段，它不是短程，对，它不是有短有长，有一段它就会到最上面，然后打开窗户，你就会看到超高的，然后又有雪景，现在正在下，是雪景超美，然后我要买。对啊，买这个爆买耶！要买这个彩虹元素的 LGBTQ 加的 Steam。第一次买了这个，对呀，因为实在太好玩了。对啊。那你什么样子？哒。是软的，是软的。干！我的新衣服。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园区了，是 Disneyland。Disneyland 那边的城堡啊 ，Vivi 说是全世界最高的主城堡。等一下，我闻到食物的味道，我肚子饿了。想你在吃什么？我们的午餐，热狗11欧，薯条4欧，然后这个咖啡3点多欧，4欧，鸡块9欧，我记忆真好。小羊，趁机求婚一下。干嘛？有没有觉得这里很浪漫？很浪漫啊。那我问你，你愿意嫁给我吗？不是什么？等一下，不是好的意思吗？这个是愿意吗？Will you marry me？是什么？Marry me。Marry me。Marry you。Marry OK，you promise，哇，你 marry you 了，还会求婚成功，就如此之随便。这个城堡呢，迪士尼系列里面高度最高的城堡，事实上其实看不出来耶，觉得差不多。这是谁的家？你们知道迪士尼的城堡，每个地方城堡都是不一样公主的家哦，就只有香港的不一样，香港的是集结所有公主这样。其实没那么冷啊，有点狼狈而已。我的鼻子都要掉下来了，冷了。很棒，只要能够进到室内，我觉得一切都棒。跟你讲，这种天气啊，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我们就一定排得到。我刚刚都走光了，直接体感复发。我们发现就是迪士尼类刺激的游戏都关掉了，因为他们都是户外，下雨或下雪就会关起来，暂时休息。所以我们又跑回来去找那个料理鼠王的那个了，因为刚刚没有排到啊，所以又回来。僵掉了，好美哦，这区变得更漂亮了。我给你看到我想给你看的圣诞市集了，这样才有圣诞节的气氛啊！滑倒了，正常发挥不意外啦。我们要去当那个小米，去看那个只有这边才有的，来法国就必看这个啊！哈哈，这个有点像那个那个美女野兽或者是迷雾大宅。发了。对呀，拜拜。鸟我，可恶，坐老虎车出发了。这里出来之后就是小米餐厅就是我们没有订到位这个，好可爱哦，原来长这样，感觉都出来它比较旧一点，所以如果以好玩程度来讲，我还是觉得最好玩的是日本的美女野兽。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得来，因为它是全世界只有一个，所以我觉得到不同的迪士尼就要去找他们那个迪士尼只有那边才有的园区。然后这里的园区呢就是料理鼠王了，一定要来。迪士尼好玩吗？下次再来好吗？哦，不要走了吗？差不多了，要跟迪士尼说拜拜了。说拜拜。
迪士尼拜拜，拜拜，迪士尼说拜拜，拜拜，拜拜。啊，好失落哦。迪士尼 Studio， 迪士尼 Land， 拜拜，下次再来。我们回来了，来了，暖乎乎的，吃泡面。那今天因为迪士尼下雪的关系，然后它也只有开放到8点的样子。反正我觉得我应该还要再来一次，因为迪士尼 Land 那边我没有玩到，然后我们就去玩了 Studio 那边。那最开心的玩到有点可惜啊，但是下雪又觉得又是另外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也算幸运，是至少 Studio 的东西我们几乎都玩到了。然后我们玩那个惊魂国宝，在全世界迪士尼有3座，因为美国有一个，然后后来日本也开了一个。巴黎的这个呢，应该算是最后开的，可是巴黎的这个跟日本的那个故事是有关联的，对，他们剧情是有关系的。这个装置我觉得是蛮推的，因为它跟一般的那种大陆神不一样，它会有剧情在里面，然后它会上上下下，所以它不是一次性的那种像大陆神这样下来就没了，就没有那么高，没那么可怕。那你觉得巴黎迪士尼好玩吗？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虽然我们好像影片看起来蛮狼狈的，可是这是我见过最有圣诞气氛。我没有想到，我居然在迪士尼感受圣诞气氛。我觉得我是感受圣诞气氛是非常非常好，体验们是100分。谢谢你陪我来攻克迪士尼，干杯！如果以地区来说的话，我已经把迪士尼攻克完了。好了，其实还有海洋迪士尼没有玩，下次吧。对。然后我觉得有个东西要特别注意，一般都来巴黎玩，大家会买捷运的那个周卡，对，那个 Navigate， 然后你就会请他储值1周的钱。可是这1周呢，就超荒谬的，跟我们概念的1周是不一样。它不是你储值之后算7天，它不是这样。它所谓的1周呢，就是礼拜1到礼拜天。所以你储值，假设你礼拜1买，也是到礼拜天；礼拜6买，也是到礼拜天。所以呢，其实就要看你是礼拜几到。然后如果你是礼拜1或礼拜2的话，那就很建议，因为你来回一趟迪士尼，然后再随便搭去哪边，其实就很划算了。然后大家要记得，就是要自备一个1寸的照片，因为它那个卡呢是上面会贴你的照片，所以你要只自备1寸的照片，不然你现场拍的话，它那个拍贴机就会比较贵一点。对于这一支影片里面有什么好奇想要知道的，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能够回答的呢，我就会尽量一个一个回答。敬大家圣诞快乐，圣诞快乐！然后我这一次真的觉得巴黎大加分，而且巴黎的人突然变得好热情亲切哦，怎么会这样？我之前印象的巴黎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后来觉得要给很多地方就是很多机会，就是要近期去过一个地方才知道最近这个地方怎么样。对，不然都不要乱下评。对，甚至你自己去过了，你也不能够说哦这地方就是怎么样，因为可能5年之后就不一样了。对啊，而且或者你感受的跟他感受也不一样。对啊，所以我觉得旅游这种事情真的是也蛮主观的这样子。喜欢我的影片要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还要加入会员。然后下个礼拜见啊！下班见，补充到。没有啦，你看到你喝醉了，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啊？